很多人之前都错过了比特币的暴涨，或者觉得这种虚拟货币跟自己无关，那么现在都要竖起耳朵了，因为你会发现，韩国大部分选择躺平的年轻人，从去年9月到现在，就透过无脑的炒币赚到了接近80%的利润。而一直不认可比特币的美国呢，居然突然批准比特币的 ETF 上市，这代表了什么呢？我告诉你，这代表了比特币现在卖4万美金一个太便宜了，因为2024年开始，大量的钱都会流进比特币的市场，这将会把它的价格推爆到150万美元一个。真的是这样吗？大家好，我是扫地僧，蛮丢脸的。在我大学的时候呢，我就做起了批发和贸易的生意，当时我就相当于一个中间商的角色，跟生产商拿货，然后卖到海外。而有一次我要卖一批太阳能板到比利时，然后那边的老板说要付我的是比特币而不是美元，他让我留着不要卖，会升值的。我心想啊，他应该是为了逃税还是怎么样，总之呢就找个借口来让我收这个比特币，所以我并没有留住，而是把比特币换回美元，然后付尾款给生产商。也因为这样，我后来伤心到不敢看比特币的价格，因为当时就几百块美金的一个比特币涨到了几万块。虽然说我错过了比特币的暴涨，但我并没有错过它的暴跌。很多年之后，也就是1年前嘛，我发布了一部影片，说要做空比特币，里面至少有1万美元的利润。结果我就在比特币跌到19000的时候止盈。虽然后续5个月之后呢，它再多跌了3000美金左右，那也无所谓了，因为我和我的弟子已经在1个月内透过杠杆赚到了超过3倍的利润。但是好汉不提当年勇，所以今天这部影片，我不但会从一个商人和投资人的角度去预判和分享一下我未来比特币的布局，可能又会引来很多人不认同我，然后同行呢去模仿我，那无所谓的，只要这里面有1-2句话是对你有用的，能够帮助你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而这个频道呢是专门培养老板、投资家、有钱人的，如果你不想要错过后续更有用的资讯，你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首先，比特币的疑点越来越多了，越来越诡异了。之前巴菲特明确表态不看好比特币的，但是最近他却改变了立场，选择了中立。无数的华尔街大亨富豪呢，都纷纷支持比特币，就连和比特币势如水火的美联储都新任命了一位亲比特币的负责人。这一切就是在告诉我们，有一股势力开始借比特币布局一盘大棋局啊！所以注意听了，只要我们跟着去下这盘棋，赚钱难道不就是顺手拈来的事情吗？为什么美国一直不承认比特币呢？很简单啊，因为比特币制造出来就是希望取代美元的。什么意思呢？美元是谁印的？美联储嘛，它印多印少是不是美联储说了算的？这个呢叫做中心化。那么去掉这个中心化呢，就是我们不再需要美联储了，直接用一串代码做出来的一种全新的货币，叫做比特币。从比特币诞生的时候呢，其实就已经设定好它会有多少的数量，任何人都无法去修改，所以比特币又被叫做是人民的货币。那为什么要去中心化呢？08年金融危机之后呢，全世界所有的资产都崩了。当时美国的资本家就拿着他们升值的美元去购买全世界贬值的资产，因为全世界的贸易呢，大部分都是要用美元来结算的。也就是说，各位辛辛苦苦的工作，生产了很多的产品和服务啊，到头来你就要把这些劳动的结果都卖给了美国的资本家，而他们就拿美元跟你交换，看似呢是很公平的交易。因为你也可以用这些美元在全世界去购买其他的产品和服务啊，但实际上呢，人家付出的美元呢，就只有印刷的成本。当美国的资本家把你们国家的企业啊、房地产啊、原材料啊、工业品啊等等都买的差不多的时候，他们就会以刺激经济为名去开启大量印钞的模式，结果他们买回来的资产全部升值，而你手上的钞票却不断的贬值，这个叫做剪羊毛。日本为什么大部分的年轻人躺平，被称之为失落的30年呢？很简单啊，你看看最近美国又在玩剪羊毛的游戏，搞个升息呢，让美元升值，然后全世界的钱都流进去美国了，导致了大家都变卖资产，全世界资产都贬值了。
这个时候人家巴菲特就跑到了日本，收购了那边垄断市场的5大财阀。韩国呢也是一样的，那边的人一生里面呢都离不开3件事情：死亡、交税和三星。他们是这样的，0.1%的人呢占据了韩国90%的收入。他们的民众想要过上好的日子呢，就只能去三星这样的大企业上班。那么虽然说三星的掌控权是在韩国人的手上，但你会发现他们的老板所持有的股份只有不到2%，而外国投资者就占据了55%的股份，里面80%呢都是美国资本家持有的，比如说摩根家族啊。那么这家公司赚到的钱到最后又会进入到什么人的口袋呢？所以为了阻止美元收割世界，有一个叫做中本聪，不知道他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机构的，就发明了比特币，希望可以统一全世界的货币。为什么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货币呢？美联储背后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曾经就说过，谁控制了货币的发行权，谁就能操控一个国家。发行货币这件事呢，如果是由人来操控的话，那就等同于那群人控制了那个国家。货币的发行权甚至比军队的威力更大，因为货币的发行权可以决定一个国家是通胀还是通缩，也就是说，这可以让一个国家瞬间的变穷。那军队的维护和打仗最需要的就是钱嘛，所以不可能说美国控制泰国的货币发行权，也不可能说泰国控制美国的货币发行权。货币的背后呢是一种信仰，但是如果货币的发行不再由人来操作，而是有一个规矩来操作呢，比特币在诞生的时候呢就已经把这个规矩定好了，完全有算法去产生的，没有发行的机构也不可能滥发。按道理来说呢，就解决了这些人性的问题。那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了比特币动了金字塔顶部那群资本家的利益。所以美国呢就把比特币定义为像黄金一样的商品，意思就是可以炒卖，但是不可以说用来交易。结果呢，比特币就真的变成了炒卖的工具，从几毛美金涨到6万美金。尤其是韩国啊，他们5个年轻人里面呢就有1个是在炒币的，因为刚才说了，他们贫富悬殊呢是很严重的。那些年轻人因为进入不了大企业，然后就开始自暴自弃，在家里面躺平了。他们每4个年轻人就有1个是失业的，而当全世界资金都可以买比特币的时候呢，这就成为了他们摆脱贫穷的赚钱机会。他们现在的总统啊，甚至是因为他在竞选之前呢，答应说会放宽炒币的限制，所以呢就被送上总统的位置。从去年9月到现在呢，比特币有41%都是用韩币来交易的，他们已经超过了美国，成为了全球购买比特币最多的国家。可能也因为这样，美国的资本家就开始布了一盘大棋局。今年刚过完新年呢，很多人都开了82年的红酒去庆祝，因为就在1月9号当天，比特币直线飙升了1年以来的新高，接近48000美元一个。就是因为从11年前开始申请上市的比特币 ETF 一直都不被美国通过，原因说是它不透明啊，可能会被市场操控啊什么的。结果呢，现在美国的证交会居然突然官方宣布通过了，这就是等同于给比特币一个名分。但是这红酒盖呢刚打开，这个证交会就出来辟谣了，说刚才我们的官方账号被黑客偷了，所以大家再也喝不下这个红酒了。因为1天之后呢，比特币的价格跌到了4万5，有7万多的人亏了20个亿。这让这些人呢都不敢回家见老婆的时候呢，证交会又说了，虽然这个账号是被偷了，但是里面说的却是真的，我们真的批准了比特币 ETF 上市。最后还说了一句，就算我们批准了这个比特币 ETF， 但并不代表我们认可它是合法的，批准但不认可。我笑了。其实呢，比特币跟股市一样，散户之所以亏钱，就是因为他们认为投资是需要运气的，也因为这样，很多人都可以靠运气短期的赚到钱，但是他们会很担心，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下一次能不能再靠这运气赚到钱。最可怕的是，同一只股票，不同人去操作，都可以有人亏大钱，有人赚大钱的。
因为在什么位置买，什么位置卖，买多少卖多少，风险如何控制等等，如果你都不知道，那么你很大的概率长期来说都是赚不到钱，甚至亏掉你所有的本金，在投资市场里面不断的轮回的。而如果你希望有一套方法和系统，可以带着你在投资市场里面源源不绝的稳定赚钱，如果你希望让投资成为你的副业或者主业，并且在不盯盘的情况下赚到你薪水3倍以上的收入的话，你可以马上在影片描述栏上的第一条链接免费的报名我的股票投资班。好了，那么这一次批准比特币 ETF 上市到底代表了什么呢？明面上讲的是以前我们都要在比特币的交易平台去买卖，然后之前不是被爆出很多这种交易平台都是诈骗吗？只能存钱进去，不能取钱的。过去呢，没有任何的法律来监管和保障炒币人的利益。那么现在我们不需要自己去买卖比特币了，而是简单的在股票的账号里面去买入这个比特币的 ETF， 然后再由这个 ETF 去买币，这样呢就可以保护各位炒币人的安全了。那么我们商人和投资人看到的目的呢，很简单，就是想要收集全世界大量的资金进入到美国。比特币不是我发行的，我不能操控，那我就说你违法，制裁你，罚你。但是比特币的这个盘子呢，却不能丢啊，什么意思呢？刚才说了，大家都要用美元来进行国际的交易嘛，所以每个国家都必须要存美元的，这样就可以避免没钱进行国际交易的情况。也因为这样，全世界已经存了超过7兆美元了。而美国的做法呢，是不断印钱，让钱不值钱。但是如果其他的国家拿了这些美元到美国，然后去购买美国的产品，那大量美元回到美国的时候会怎么样？就会发生挤兑啊，钱就真的一文不值了，美国的物价就会暴涨，然后经济就会崩溃，美元的霸权呢也会跟着崩溃的。那么过去美国是怎么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的呢？就是开放美股市场，让你拿着美元去投资美国的股票，把钱流进去资本市场，而不是消费市场。这样的结果呢，就是推高美国企业的股价，而不是物价。这对美国来说反而是有利的。只要这些钱不进入消费市场，那么就不会有通胀了啊。那现在也一样，钱进入到哪里呢？开放一个比特币的 ETF， 让全世界把美元又放进美国的资本市场。而最重要的是，这样的话，比特币就是要用美元来买的，这是不是很像石油，必须要用美元来结算呢？如果以后大家都真的生活在元宇宙，那么大家交易的钱就可能不再是美元，可能就是比特币了。但是大家将来买比特币可能都要使用到美元，这就等同于美元将会像以前跟黄金跟石油挂钩一样，现在可能就要跟比特币挂钩了。因为美国的资本家知道，既然比特币已经限制不住了，那不如直接把它跟美元绑定吧。那为什么之前不早一点开放呢？而是现在才开放呢？很简单啊，美国的精英不约而同的跳了出来，说他们都认可了比特币，因为全世界20%的人已经掌握了98%的比特币。既然比特币不能拿到发行权，而且不能更改发行的数量，那更简单了，直接把市面上所有的筹码都吸走了，玩最原始的资本游戏就好了。也就是说，所谓的去中心化的货币早就已经成为了庄家控盘的收割游戏。所以其实比特币跟股票是一模一样的玩法。很多人投资的策略就是管它的价格跌多少，只要我不卖就不是亏损了，对吧？有多少人因为这句话资金就已经被套牢了，甚至更多的人就已经亏损了50%以上了。买股票或者比特币本来是为了钱生钱的，结果却是把自己辛辛苦苦赚回来的薪水都亏掉了。长期下来，这样的结果你能够顶得住吗？很多人对股票和比特币市场的印象呢，就是高风险高回报，买入了之后时时刻刻的盯着它，害怕它会暴跌，或者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分析它的基本面、股票的财报啊、收益率啊、亏损率啊等等，结果还是无法做到长期的获利，只能输输赢赢的打个平手，浪费了时间，甚至还亏了大钱。最后就像一开始讲的，自我放弃了，管它跌多少呢？只要我不卖就不是亏损。如果你也有类似的经历，
接下来我说的话可能会冲击到你的价值观，因为投资市场是可以做到低风险高回报的，甚至可以做到输的时候只输1块，赢的时候却可以翻上1倍以上。请问让你冒1块的风险去换1倍的利润，这是不是你想要的呢？记着，获得财富很简单，但获得自由却是很难的。我们的系统方法呢，就可以让我们并不需要时时刻刻的去盯盘，可能比如说每天花个30分钟去布局，剩下的时间就是空下来，想带孩子的带孩子，想度假的度假。因为股票市场里面有3/4的时间都是很难赚钱，甚至会让我们亏钱的，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必要盯着它，盯得越久，做错决定的机会就越高。而这套方法呢，我都记录在2024年全新的股票投资班里面，价值$1000。但是今天如果你有订阅和点赞，你不需要花这$1000，直接让你免费的观看，而报名的链接呢将会马上下架，所以你可以马上在影片描述上的第1条链接报名，就看你的手速快不快了。那么最多人关心的就是比特币现在还可以买吗？很简单，教大家看图啊，这个呢是比特币的日线图，之前讲过了，我会在比特币跌破绿色这一条支撑线去做空。做空就是看跌嘛，它跌的越多我就赚的越多。因为比特币跌破了这一条支撑线，下面呢就只有黑色的那一条支撑线了，所以我预计做空的话呢，至少一个比特币就会有$10,000的利润。而我们明显的可以看到，比特币的价格已经从左边橙色的下跌通道突破了上去，形成了右边紫色这一个上升的通道，加上50天平均线已经突破了200天平均线，所以已经蛮肯定了，比特币已经进入了上升的趋势。这里呢没有显示出均线，我怕太乱，但上完股票投资班的人就懂得看了。那么大家看见了吗？绿色这一条线呢，本来是一条支撑线，当比特币的价格跌破这一条支撑线的时候呢，它就会变成压力线。你看，每一次比特币涨到$30,000的时候呢，都会掉头下跌的，有一个很大的阻力。那么其实我们买入比特币追价时机呢，我们放大来看，其实就是在比特币的价格突破$30,000这个时候，看到了吗？这一天呢，比特币从29,000涨到32000，而且成交量极大。你可以看到前面的成交量都很小的，唯独这2天突然变得非常的多，代表了有大户进场买货。那为什么要在突破压力位的时候买呢？很简单，就是因为这压力位是很多人之前买入比特币的价格，也就是$30,000。然后呢，后面比特币曾经跌到了差不多16000，很多人都被套牢了，所以只要涨到31000，那些被套牢的人都会卖出比特币，因为他们回本了。这时候呢，卖方的力量都比买方大，所以才会有压力的形成。而一旦价格伴随着成交量突破这个压力，不仅仅是代表了买方的力量远大于卖方的力量，而且还代表了之前那些被套牢的人该卖的都已经卖完了，现在持有比特币的人呢都是比较坚定的，所以突破绿色压力位的时候呢，就是追价买入时机。但我没有对外公开，因为我自己也错过了这个时机。当时我在买美股，赚了超过60%，详情呢在股票投资班再讲吧。所以我一直等一个机会，直到最近比特币的价格涨到上升通道的顶部，然后掉头下跌了，形成了一个横向的发展趋势。那么我的做法很简单，大家看到蓝色这2条线吗？上面的这一条呢是压力线，下面呢是支撑线。只要比特币的价格再继续的横向发展，然后带着巨大的成交量突破了这条压力线，也就是$45,000左右的时候呢，我就会买入，然后把止损设在42000左右做止损，因为那边有一个小小的支撑位。然后比特币的价格呢涨到49000的时候，也会有一个压力位，因为最近价格最高呢也是涨到49000嘛。那这时候呢，我就会把止损从42000提升到45000，也就是在买入价做止损。如果比特币的价格掉头下跌，跌破我的买入价，那我就会自动止损，我亏的就是一点点的手续费。而如果比特币升破了49000呢，我就会加仓，再次买入比特币。我们拉远来看，因为它上面最大的阻力呢，就是红色的那一条压力线，也就是$64,000了。简单来说，如果比特币按照我这个计划发展呢，我就会有最少40%的利润。那详细的，如果你看完了免费投资班，成为我的弟子，我会私下的告诉你，又或者你自己已经学会了我所有的思维，
自己去交易，不需要我任何的提醒了。好了，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我每周四8点30分都会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了，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如果你喜欢这种正能量，也可以去为我点赞撑腰，并且把影片和正能量分享出去。你以为这是在渡人，其实只是在渡你自己。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